经过几次延迟后 ，X-37B 终于飞上太空。美国东部时间12月28日 ，X-37B 搭乘 SpaceX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，这已经是 X-37B 第7次的飞行。问题来了 ，X-37B 的飞行任务是什么？时间又会持续多久？美国东部时间12月28日晚上8点07分 ，X-37B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39A 发射台搭乘 SpaceX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。本次发射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情况，侧面的2个辅助助推器在飞行约2分30秒后关闭，并与助推器核心分离。在侧面的助推器机动返回肯尼迪航天中心之后，核心级继续进入轨道。主发动机在3分52秒时关闭，3秒后，第2级与可消耗的核心1级分离，第2级发动机点火，将 X-37B 送入轨道。这是 X-37B 执行的第7次轨道飞行任务，代号为 USSF-5。也是 X-37B 首次以 SpaceX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发射。猎鹰重型火箭以3组液体燃料火箭为核心，威力仅次于 NASA 的太空发射系统，可进入距离地球超过35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。至于 X-37B 这次的具体飞行时间，美国没有透露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其飞行时间在逐渐延长。上一次的太空飞行 ，X-37B 在2022年11月12日返回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。此次飞行持续了908天，打破了之前的最长在轨飞行记录。自2010年4月22日首飞以来 ，X-37B 已经完成了6次飞行任务，停留在太空的时间达到了3774天，超过了10年之久。而 X-37B 第7次飞行预计将持续到2026年6月或更晚。至于 X-37B 的具体任务，美国也稍微透露了一点。X-37B 是什么？简单概括就是无人，并且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。X-37B 的外形类似迷你版的航天飞机，大小与小型巴士差不多，长约 8.8 米，翼展约 4.6 米，重约5吨。它可以在太空中停留数百天甚至数年，然后自主返回地球，降落在跑道上。目的就是在为期数年的轨道飞行中进行科技实验，甚至是轨道战。虽然五角大楼没有透露这次 X-37B 将飞多高，但空军快速反应能力办公室在2023年11月的声明中表示， X-37B 将涉及新轨域范畴的测试，试验未来的太空领域感知技术，包括在新的环境中操作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，并且有其他迹象表明，该任务可能会将 X-37B 送入地球静止轨道，距离地面将近 3.6 万公里。分析轨道物体轨迹的太空交通监测公司 ComSpoke 主管霍尔甚至表示， X-37B 可能会飞向月球并投放筹载，但距离月球越近，安全返回地球的难度就越高。同时，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，本次 X-37B 太空飞机搭载了秘密货物，其确切性质尚未公开，可能与侦察和监控地球上空飞行器的任务相关。而且可以确定的是， X-37B 的实验之一为美国宇航局一个名为 SITS-2 的项目，用来测试不同的种子长期暴露于太空辐射的反应。在 X-37B 的第6次飞行任务中，就包括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光伏射频天线模块试验，利用太阳能产生射频微波能量，以及2个类似于种子的 NASA 项目。同时，在2023年11月，美国太空部队表示， X-37B 还将试验未来的太空领域感知技术，
这部分任务将涉及确保美国太空部队资产在太空中的安全稳定。火力军估计就是对轨道上其他物体的监视，包括地球静止轨道带以外的物体，比如让 X-37B 接近轨道上的其他卫星进行检查，甚至操纵或销毁。已经有传言称 X-37B 可能会作为天基武器平台完成类似任务，就实际情况来看，这不是没可能。之前外界还猜测 X-37B 将成为一种跨时代的高超音速武器，可在2小时内攻击地球任何目标的太空战机，但也有人认为不太可能。X-37B 采用的先进技术以及昂贵造价，注定它不可能成为一次性的消耗性武器。但是在2003年，美军正式提出并宣布了一项新的作战能力计划，也就是全球快速打击计划。X-37B 正是其天基打击平台的备选方案之一。不过让火力军来说的话， X-37B 可能会用在太空战，也可以称其为轨道战。太空部队在2020年的出版物中将轨道战定义为了解轨道机动以及进攻和防御火力，以保持进入该领域的自由，确保美国和联军太空部队能够继续为联合部队提供能力，同时剥夺对手同样的优势。而 X-37B 目前属于太空部队的太空三角洲9号，其主要任务是进行轨道战，虽然任务细节很少，不过也就是跟踪太空中潜在的敌对活动，以及威慑威胁甚至摧毁它们。X-37B 可以一次在轨道上停留数年，其卡车车厢大小的内部载荷可以配备一定的适配器，加上 X-37B 极强的机动性，完全可以接近太空中的其他物体，然后对其进行软杀伤。凭借着变轨能力、精确操控能力、多任务载荷能力，确实可以使 X-37B 靠近对方的航天器，释放有针对性的载荷，使得对方的卫星失能。之前的 X-37B 主要在低轨道运行，无法上高轨道摘星。美国宣布不再进行直接上升式反卫星试验后，这次又可能把 X-37B 打到高轨道上，可能是演示验证在高轨道监视接近敌方航天器的能力。具备这种能力之后，可对敌方卫星进行软杀伤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在战时 X-37B 有可能通过机动变轨来捕获敌方军用卫星。如果敌方试图用反卫星导弹进行拦截， X-37B 能够灵活逃脱并返回地球。此外，由于 X-37B 具备高机动变轨能力，可有效躲避探测，即使面对激光武器攻击，其生存能力也远超一般军用卫星。而且 X-37B 还可以作为高机动性的天基监视、侦察和通信系统平台使用。上面火力军提到了一个东西，软杀伤。物理摧毁会制造大量空间碎片，可能影响到己方的空间使用。当然，以上都是猜测， X-37B 是否为天基武器还不好说。美国空军曾宣称 X-37B 主要用于测试可重复使用太空飞行器技术，听上去似乎与航天飞机差不多，但航天飞机也是有军事用途的。从1982年到1992年，美国航天飞机完成了一系列军事任务，曾多次携带秘密军用间谍卫星升空。不过，美军空天飞机达到太空作战的能力，至少还需要10到20年时间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总的来说，目前太空已经成为世界热点。美国太空网站称，今年太空迎来了空前忙碌的一年，全球航天发射总次数将超过220次，创造史上最高纪录。根据相关统计，近年来全球航天活动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的新高潮，航天发射次数不断刷新纪录。2021年，全球共进行了144次航天发射，打破了1967年创下的139次发射纪录。2022年，全球共实施186次航天发射任务，发射航天器2505个，再度刷新历史纪录。美国今年航天发射次数还超过了苏联在1982年创造的单国108次航天发射的史上最高纪录。截至12月28日，美国进行了113次航天发射，
其中 SpaceX 公司仅在2023年就进行了超过90次发射。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，谁控制了宇宙，谁就控制了地球，谁控制了空间，谁就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X-37B 会成为太空武器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